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前不久，我撰写了一篇名为《70年代后人远离故土》的文章，引发了广泛共鸣。为了谋生，许多70年代后人漂泊在城市之间，他们已在异乡安家，就算在城市中普通度日，也已然成为城市的一份子。然而，70年代后人如今已步入中年，距离70年代初出生的年代已有数十载。大多数人在农村长大，农村的土地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血液中。离家少年老大回，家乡音韵仍未改。这句古诗突然变得如此真切，阅读时内心涌现出深沉的情感。还记得上次回老家的场景吗？对许多人而言，回老家常常仅发生在节假日。当你匆匆赶到故乡，突然一只狗汪汪汪地叫了起来，吓了你一大跳。父母在路口等待已经很久，他们也逐渐变得如同村庄一般年老气横秋。看着村庄，有些房子崭新而耀眼，有些已摇摇欲坠，村子的门前已被野草覆盖。远离故土正是我们的现实写照，然而渴望回到老家却是我们深夜的梦想。我们几乎不敢相信，老家真的已不再适合我们。我们期待着某一天可以再次回到根源。城市或许繁华，但却渐渐变得陌生，缺乏亲切感。老家的生活或许曾艰辛，但其中也充满了欢乐。即便生活贫乐，也胜过财富之后的欢愉，值得回味。实际上，我们依然保持着这些记忆，在学校为了学习而奔波，双脚走痛，但也会在校园里嬉戏打闹。村口的空地就是我们的游乐场，随便划几条线就变成了城堡，用几片鸡毛编织一起就成了毽子，一团泥巴足以供我们玩耍好几天。如果有人弄乱了，大家都会一阵哭脸。四季如春的河水，我们能够像鸭子一样畅游，也可以潜水捕鱼。相比之下，现在的业余生活令人反思。细想之下，多半是在公园漫步，或者在金属健身器材上挥汗如雨。听到蝉鸣声都觉得稀奇，看到老人家带着各种野果子来贩卖，都会好奇走近，尝尝他们的商品。那令人陶醉的酸甜味道唤醒了童年的回忆，仿佛我们又回到了老家。奔五的70年代后人越来越明白，拥有老家是必须的。尽管这种想法或许不太现实，但我们一直憧憬着这个梦。在城市购房方便，但终有一天，你发现越来越不自由，越来越渴望那种鸡鸣而起，日暮而息的宁静生活。想象一下，建立一个小院，门前种花，屋后种菜。院子宽阔，有一棵古老的树，你可以在树下纳凉，摇动蒲扇，顺便驱赶围绕的苍蝇。无聊时，可以随意串门拜访邻居，而不用担心打扰别人。出门时不用锁门，也不必担心有人前来盗窃。村里的人互相关系紧密，需要什么，尽管说，某人会主动提供，无需窃取。城市的生活虽然便捷，但却让人感到疲惫。在家或出门，每一步都需花费金钱，各种费用不断增加。有的70年代后人由于缺乏资本，只能在城市租住房居，因此花销更大。有些为了购房负债累累，生活辛苦，这份苦只有自己能明了。当有一天70年代后人发现年长的家人越来越稀少，大多数老人在农村度过一生，晚年也在乡村安享天伦。见到老人离世，心情沉痛。虽然许多老人总说农村生活辛苦，没有享受过幸福，然而当自己来到城市后，才发现城市的生活虽然避免了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却也让心变得愈加疲惫。很多老人时常要求子女出资在老家建造新房，但子女们却一心追求城市生活，没有心思在故乡修建新居。
然而，到了一定年龄，人会懂得父母的用心良苦。城市生活或许充满活力，但农村的生活宁静而悠闲，各有各的魅力。莫文蔚曾演唱一首歌《外面的世界》，歌中描述了流浪在外的人心头的苦闷之情，听了令人泪流满面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人生最大的成功是什么？当70年代后人到了中年，再次思考这个问题时，会发现人生实际上是一段旅程，只要每天过得健康平安，就已经是幸福。过分拼搏久了，会感到疲惫，疲惫时渴望一个避风港，然而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依靠。当有一天你真的在老家拥有一栋房子，你会越来越意识到，即便生活压力沉重，还有地方能够容纳你，而不是一直漂泊不安。70年代后人，你的老家在何处？虽然生活在人潮汹涌的城市，却感到孤独。我们的根在何方？我们仅仅路过这个世界，我们仅仅是为了生计而来。我们的灵魂中还始终怀念着一个地方，老家。何时我们能够回到老家，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欣赏升腾的炊烟，倾听蝉鸣，与身边的小狗畅谈？或许这一天会到来，或许这一天不会降临。